我这一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生在中国，所以我永远只能当一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而不能切身享受身为中国人的福利。在身份的限制下，我错过了很多，比如3年清零带来的安全感。在美国，没有大白天天上门跟我做测核酸的小互动，我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孤独玩魔兽世界，喝 Miller Lite， 逐渐变成了一个体重230磅、魔兽所有版本都满级的宅男。而如今，我竟然又要错过网正号。在京地的网友们可能还不知道，中国的高科技已经强大到可以给14亿中国人都办理网络身份证，从此实现人人持证上网，国家统一保管个人网络信息。So safe, so 安全。根据我们自古以来的一条铁律，在深入探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之前，我们都需要先摆出美国的失败来做一个客观对比。在网络自由这个问题上，美国毫无悬念的再次成为最大的 loser。在没有网正号这么超前概念的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散播假消息和阴谋论，也不会有网警来敲门，更何况请你喝茶。美国政府还是更愿意相信公民对于信息的甄别判断能力。你猜怎么着？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美国人都坚信登月是假的，猫王还活着，地球是平的。这些人多到每年还会在线下聚集开集会。Right, so Hitler discovered the flat Earth theory, and the Nazis built a city in Antarctica under the ice.And they've been hiding the flat Earth reality. 而在我们中国，习主席早就说了，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就连前外交部长秦刚的小三儿，在洛杉矶的别墅都不是法外之地。I mean， 如果秦刚的小三儿连夜逃跑到习主席在中南海的别墅，才能够找到真正名副其实的法外之地。但身为普通屁民韭菜，网络应该是你发表爱国言论的高地，在直播间冲动消费的乐园，以及揪出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今晚几杯势力、牧羊犬、行走的50万、公知、反贼、台独、港独、疆独、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乐法律粉丝。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乐坚决支持我党就网正号问题向全社会征求统一的意见。MC 乐也想在这里发出我自己的意见征集，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我是替一个朋友做的啊。那么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接受秒射 ？A 当然可以 ，B 可以 ，C 勉强可以，还是 D 不可以也得可以。有了网正号，我们的内网将会是一片净土，再也没有阴阳怪气，也没有直美骂中。比如最近国内爆出殡仪馆倒卖尸体的新闻，我们的官媒为了不让资本的黑暗刺伤民众的心，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做出反应，删帖禁言，辛辛苦苦地挖出美国1年前殡仪馆的类似事件，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提醒我们的民众，美国的老百姓需要我们去替他们发声。哪怕这件事情已经过去1年了，哪怕作恶方已经被罚了9.5亿美元，就算美国人已经忘记，我们中国人也绝不善罢甘休。这样的国际关怀精神，本乐都感动得要哭了。直到我看到了评论区，大家居然都在玩文字游戏，直美骂中，唯美就中。大家现在知道网正号的重要性了吧？更何况，网正号不仅可以净化网络，还可以防止网民的信息落入资本的手中。我知道我的很多 Wolfie 说，哇哦，在谈起资本的万恶时，其实心里也很困惑，不知道资本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哪怕在中国这样一个安全稳定的集权国家，资本的手仍然深入了各行各业。微博禁言删帖是他，房地产暴雷是他，使用油混煤油还是他，都是万恶的资本。God， 资本实在太可恶了。本乐今天正在内网津津有味地吃着我的同胞谷爱凌的大瓜。他在巴黎奥运会的 party 上被人拍到和辱华游泳运动员马尔尚接吻。没错，就是那个拒绝和我国教练握手的马尔尚。你们猜怎么着？资本果然又开始运作删帖了。现在要在小红书找到那个视频，简直难如硬闯中南海。大家都知道，我 MC 乐一直都不相信谷爱凌的爱国心。虽然在马尔尚被指责瞧不起我国运动员后，谷爱凌很快就见风使舵的删掉了在 Instagram 上和他的留言互动，但居然还是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辜负了我们广大的 Wolfies。如果有了网正号，在这种伤害民族战狼感情的恶劣行为发生后，就可以直接限制谷爱凌来中国吃肯德基和赚代言费。为了那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网正号把个人信息数据上交给国家统一保护，这样国家也能在需要的时候向大家收取一些合理的保护费，比如你的存款、你的房子或者你的骨髓。我操，感恩爆了！有了网正号，MC 乐向大家保证，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生活被资本打乱，因为国家会出手揪出这个叫资本的坏人。不仅让他再也没有上网的可能，还会通过网账号来直接限制他的日常生活，并且绝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最终实现逼迫资本远走他乡，最好轮到美国，继续给美国火上添油，中国又赢2遍。MC Ler 想请大家来闭上眼睛，跟我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网络上到处都是正面积极的讨论，所有人都在集体赞美和歌颂，没有不一样的声音，也没有尖锐的批评。除了对美国的批评之外，人们不再关注艰难的社会民生问题，只在乎光鲜亮丽的娱乐圈八卦，不再去思考，所以从来没有烦恼。在这样美好的网络环境下，我们人民的意识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在如此高纯度的正能量信息喂养下，人民的智商也会高度一致地向这个国家最有发言权的人看齐。本乐相信，开启网账号时代不久，大家都会逐渐开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需要拿出小本本，在看提词器的时候需要拼音标注。可是 MC Ler 这样不就等于把我们所有的隐私都泄露给政府了吗？我连上网打一下飞机的隐私都没有了吗？你们在家长面前还需要隐私吗？说白了，中国政府更加像是人民的家长。但是，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洋人的家长，而是中国式家长。我的家长给了我太多的自由和鼓励，所以我从小到大盲目自信地走了非常多的弯路，也学了一些像滑板、架子鼓这种不实用的兴趣爱好。我的父母也从来没有学会怎么用都是为了你好的这套说辞，把我从弯路中带出来，以至于我在17岁的时候，为了追寻刺激，就和朋友一起从一座20米高的桥上跳到河里边去了呀。我当时收获了友谊和刺激，但换来的是，当我从水里冒出来的时候，吐出的是一口下牙的经历。不信的朋友们，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来证实啊。You busted your teeth a lot. Cassie's here. I'll ask her. Okay. Your bottom teeth. Yeah, but also you chipped your front teeth when you fell off a skateboard in Texas. 如果我父母当时就像中国家长一样，逼我去上补习班，逼我在亲戚朋友面前展示中文，逼我学习习近平思想，那本乐当时不仅不用经历补牙的痛苦，现在说不定也已经迎娶了习主席的女儿，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巅峰，也再也不用开着我这辆把手的小破车了。中国人，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吗？因为我们是这么看的，在东方国家，政府呢其实相当于父母，他跟老百姓，这个是不可分的，大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家庭。对。而在美国的话，它其实讲白了，政府就是个选上去，你给我进行打工的一个打工仔。